这好像可以擦掉的。咦，立功了，立功了！我的生机又添了一分。发我丘者诛。哎，这都说不听前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哥儿几个，要不然咱们就听这墓主的话吧，咱别进去了。生为死之门，死为生之所。木门通向鬼门关，扰我梦者五谷还。不过都是些唬人的话罢了。若真是有鬼，我们几人联手，何愁不斩于刀下？还是莫要耽误时间了，大家快寻找入口吧。凡人怕也就算了，你至于吗？大鱼吃小鱼，小妖怕大妖，这人之常情嘛。再说了，我根本就没有怕，我只是怕你像上次那样遭人暗算，到时候还得我站出来保护你。行，那不如从现在开始保护吧。哎，你就不是那个，你走前面。嘿，白漂亮，你不用担心。原来以为这墓里会有很多机关，你看，我们不是顺顺利利的进来了吗？外面的盗洞挖得比路都宽，什么机关陷阱，早就被以前的人给破了，不用担心啊。那照你这样说，之前进来的人没有一个人活着出去的。哎呀，这次有我们在，你就放心吧，赶紧走吧。各位，这边。安全。哇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这些石像是照着贵妃娘娘刻的吗？好漂亮啊，是不是啊？二哥，二弟三弟，别动！他们这是怎么了？这里似乎有一股极阴邪的气息，看来是某种阵法。你待在这里别动，我过去看一看。来了这么多小贼，你是生的最好看的那一个。你是墓主，是如何，不是又如何？是是非非，万般皆空。情是假的，爱是假的，只有恨才是真的。你恨杀了你的君王。
我早就把他忘了。现在谁抢我的东西，我就恨谁。别动！别回头！我果然没猜错，你肯定掉进某种法阵当中了。你刚刚在石像前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就突然发疯，其他人也发疯。那个金女侠差点刺伤了你，你也差点刺伤了她。它是传说中的错魂阵，跌入其中，言而不变。40相叠，不死不休。我看到的都是过去和此刻跌进阵法的人，我们一直在自相残杀。此阵乱人性质，对妖来说却是没有用的，所以你才没有中招。啊，对啊，看见我被困，你居然没有逃跑。那当然了，我可不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，我很仗义的，好吧？始乱终弃，怎么能这么用呢？哦，你怎么知道蒙着眼可以救我？我刚刚看那个骑虎被骑牛刺伤了眼睛，突然就不发疯了，我便赌了一把，没想到是真的。这回我可救了你的命啊，不许再抵赖了。这个法阵应该是通过石像的眼睛发动。只要你盯着他的眼睛看，就会被控制；反而你闭上了眼睛，才能走得出去。行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怎么走啊？这些石像动来动去的，现在路全都变了，而且这个墓室是个圆的，处处都一样。刚刚跟我们那些人已经不见好一会儿了。怕是有人在错魂阵上叠加了幻影术。那怎么办？好歹你用手挡住我的眼睛。用手挡你？你直接闭上眼睛不得了吗？你闭上眼睛，我拉着你。咱俩冲出去！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走！哎，小心！哎，哇，我们居然转出来了！哎，睁眼，可以了，我们转出来了！你看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哈！我这是被过河拆桥了吗？哎，嘿，嘿，说话！什么声音？这不是齐明阳吗？他中错魂阵太深，也是无救，注定癫狂致死。倒不如给他来个痛快。等等，让我来试试，或许有救。怎么样？我厉害吧？以前是我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你还真有点小本事。当然了，我说过我可以保护你，就算你跟他一样迷了魂，我照样可以救你。张口就咒我，看来又想进去了。哦，不是不是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呢，我一得意就爱忘形嘛，理解一下，理解一下。哎，你走了，他怎么办？不是说你要救他吗？你先在这儿等会儿我们，等我们找到出口以后再回来救你。
坚持住啊！哇，怎么又有这个贵妃啊？哎，你别看了，这没准又是什么法阵呢。已经看完了，确实有阵法。啊？站远一点。八卦图，奇门之术，流传了很久了。此乃艮离之卦。艮离之卦，生门居北，死门于坤，没准这墓的出口是在生门之后，怎么回事？这哪儿啊？手，摸够了没有？抱歉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哎，你干嘛？蝙蝠，爬够了没？蝙蝠已经走了。哎，你看，这有块墓碑。帝王无情，贵妃何辜？吾等奉命修建此墓，自知罪孽深重，留此生门，盼贵妃之灵，可经此逃出升天，免受镇压之苦，早登极乐。之前墓碑所说的“生为死之门，死为生之所”，也就是说，生门背后是死境，死门背后才有一线生机。此处有蝙蝠栖息，可见一定有出路。这个秦明阳装疯害人，想独吞宝藏，谁知道还救了我们，真是命运弄人啊，是不是？王年耗费灵力救他，要救人，人却害人，这世道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那你本来想象的是什么样的？哎，咱们要不上去救他们吧？这个秦明阳死有余辜，死就死了，可是其他的人是无辜的。走吧。哎，唐天师，您英勇无敌，破法阵如拈花般简单，一人阻挡万妖，而我实在没什么本事，不如这样，我就在这里等着你，凯旋，如何？你放心，我不是不想陪你，只是这段时日我一直被关在葫芦里面，我腰力不济。再说了，这个甬道也太长了，我根本就飞不上去嘛。无妨，抓紧我即可。这不合适，这不合适。你说的也挺有道理。带着你一个人的确不合适，那就进葫芦里吧。什么都不说了，是兄弟一起走。救救我！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好像老了几十岁的样子啊？他吸走了我的命。什么？山主大人，山主大人，
体虚而已，应该不会死的吧？丑可就要命了。不过我一个做跟班的，把主子的药给吃了，会不会太不地道了？山主大人，你是要用这掩蔽丹来遮住你脸上青斑是吗？其实你这样也很美。不是，山主大人您误会了。对于我来说，美丑并不重要。我这不是怕以后出去给您掉面子吗？可以看得出来，您身体非常的虚，很需要这颗药。我不虚。不虚，我只是觉得不能白白占您便宜嘛。你是我的小妾，我送你东西，怎么能算占便宜，对吧？哎呀，这小妾这事情是这样的，您误会了，我是被推来充数的，我就是一个刚刚到凡界的小妖，情爱是什么我都不知道，我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嫁人的。好啊，如果你想毁掉这婚约的话，那掩蔽丹可就……这丹药，我确实很需要。山主大人，您看啊，您一代枭雄，这身边何愁没有美女相伴？您说您娶我这么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小妾，不如认一个忠心耿耿的跟班，您觉得如何？什么？我做山主，你做跟班？我当个军师也行啊。刘备有诸葛亮，你也可以有一个臭皮匠啊。哎呀，可是你我之间的婚事在全山境可是人尽皆知啊，如此这般，不太好说吧？这事好解决，此事呢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如果你实在不放心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签一个卖身契。那你要签多久？报低了吧，显得没诚意，会把生意搅黄；这报高了，又得把自己搭进去。100年如何？成交。这么快答应了？我一定是报高了。如今呢，契约你也签了，手印你也按了，你可要乖乖听话，否则这掩蔽丹可就……明白。哎，可我感觉你真的好像蛮虚的哎。我不虚。坚强。我知道一个补身子的好办法，想知道吗？什么？你干嘛？如今这夜来山可都是我的，我是山主大人，吃个宵夜还要这么偷偷摸摸吗？你不懂，这叫刺激。就当跟班带山主体验生活了。走。颜丹，在天界太苦，忘了也好；在凡间，你明白也好，不懂也罢。我只愿保护着你，让你快快乐乐地过这一生。天塌下来我顶着，你只需躲在我身后，谁都伤不着你。九重天的这些蛋呀，可都是仙姬所下的，对仙灵会有帮助的，当真不吃？那我也不吃，我说不吃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说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怎么了？不喜欢？喜欢。你做的宵夜是我最喜欢的。这是什么？
印章吗？只要我活着，它便会莹莹发光。我保证，有我一日，便有你一日。往后的日子，我来照顾你。以后，你便把山境当成是你的家，好吗？自然好了，那我岂不是占了大便宜？哎，从此以后呢，你就是主公，我就是你的跟班连亲，100年不变。好。但是这100年间，你有什么心愿，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实现。啊，我的心愿你帮我实现不了，我最大的心愿是要成为天下最好的话本大家。不过我朋友跟我说，我涉世尚浅，要走遍五湖四海，经历了凡间的5毒、6妄、7情、8苦，了解了什么是人性，才能够写出感动人心的故事。我虽然不能做你手中的笔，但是带你游历凡间，经历事情，又有何难？你愿意？我当然愿意，这便是我此生最愿意做的事。待我伤势恢复之后，主公便带着连青下山巡游，我们日行一善，不怕没有故事能写进你的画本当中了。好呀，好呀。咫尺天涯，觅旧颜，只将深情作淡写。颜淡，你可明白？我明白。咫尺天涯觅旧颜，只将深情作淡写。这深情旧颜，定是那个骗走了他一眼的花间姑娘。堂堂山境之主，却是个爱而不得的可怜人。人生8苦，有求不得之苦，原来妖也不能例外。明白。你不明白。收妖护民，本就是我凌霄派当为之举。二位夫人，不必如此客气。我家女儿被猫妖附了体，多亏那唐州小天师，我们一家人才得以团聚。若不是唐州天师，我家田地到现在还被鼠妖占着呢，理应登门道谢。这唐州天师人呢？二位夫人登门造访，究竟何意啊？不如直言。都怪我那没出息的女儿，唐天师为她解了妖法，她便对唐天师一见倾心，口口声声说非她不嫁。我家闺女也是如此。我知道凌霄派的规矩，这为掌门者不可婚娶，但普通弟子尽可婚嫁。我听闻唐州即将到籍贯之年，未有婚约，这不，我闺女的生辰八字都带来了呢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今日啊，须得见唐天师一面，以表谢意。掌门大人，您可莫要推脱呀。唐州眼下这副样子，二位夫人还如此热心，我这心里欣慰还来不及，怎会推脱？唐州天师他……唐州他不幸得了天花，若真的有痴情女子愿意下嫁照料一二，我也算对得起我那死去的师兄了。这个……哦，掌门。哎，哎，掌门，那些夫人可走了吗？走了。你20生辰将近，这上门求亲的人家真是一日多过一日啊！依师门规定，掌门继承者不能婚娶。幸好你一心修行，无意情爱，我心甚慰。但是也没有必要整天编一些天花废劳的托词来咒自己啊！掌门，我们凌霄派除妖辟邪，本就百无禁忌。既是托词，当然要让人无法拒绝了。掌门，有件事呢，想拜托掌门一下。
今年是师傅10年的忌辰，我下山游历，无法去他的灵前尽孝，还请掌门代为烧墨，以及哀思。我一定带到。师兄没有看错你啊，你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。这是你第一次下山，切记小心。好。对了，掌门。我还有一件事，想请教你一下。这些年，我不知为何会常做同一个梦。梦中呢，有一个伤心欲绝的女子，在我面前跳下了一座桥。这女子，可是你认识的人？应该不是。她一直背对着我，我看不清她的面容。每每梦醒，我都会心痛难忍，几乎喘不过气了。难不成那是我的孽债？若依周公释梦之说，梦中之困乃人的弱点。唐昭，你从小天赋异禀，功法有道，乃凌霄派历年弟子之最。可实际上，你涉世不深，心肠柔软。这梦境或许正是在提醒你，不要因不然而被女子所欺骗，错信要挟。昔日你的师父，就是因为同情和错信了女妖，才被害身亡的。弟子明白，凌霄派荡尽妖邪，绝无宽纵。唐州，一日都不敢忘。掌门放心，待我历练归来，您就会知道我的决心了。我相信你，绝不会让凌霄派失望的。好。杀尽天下方归人。哎，这个乌龟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哦，你居然是个乌龟小王八！你在笑？在笑杀你灭口我！喂，你给我站住！云梦，怎么了？快救我！不准说，不准说！救人是吗？不准说！哎，云梦，你知不知道他的真身是什么？啊，我猜他应该是屎壳郎吧？什么屎壳郎？我在你心里就是个滚粪球的虫子呗！哎，他比屎壳郎没强到哪儿去，他的真身是一只大乌龟。我不是只普通的乌龟，我是只仙龟。啊呸！仙龟为什么要睡在棺材里啊？仙龟这么没有安全感的吗？行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本来是身在仙池里吃鱼吃虾，比谁都悠哉，但不知道倒了什么霉，遇到个神仙，天天来翻我。后来有个神仙好心把我翻回来，这一来二去的，搞得我小命差点归西。那换作是你不躺在棺材里保平安呢？哎，那小仙龟是你啊？啊，你真的是小仙龟啊？哎，那你不记得当初救你的2位神仙了吗？我当时被翻的差点呕吐致死，我管他谁呢我？于墨，我告诉你，你不准让他说出去。你要是敢说出去，我……你什么你啊？原来是那小妖注意了，此里的真身是一只乌龟小王八。你干嘛？于墨，你这个见色忘义的，我回来再收拾你，丑八怪！龟小弟。阿晶，你站住！真是羡慕鱼女姐姐啊，
只有他们欺负鱼的份儿，不像那条挑嘴鱼，一大早我就要采花露泡茶。别动！别乱动！老实点！别动！呀！一个个长得如此这般，还在这儿打什么鱼呀？回去跟我享福去吧。走。停！您看我姿色怎么样啊？我也想去跟您享清福，您看我行不行啊？我行。请稍微保持一点距离，谢谢。如此浊臭的妖气，定是个欺男霸女之辈。哎呀，真好。多大了？叫什么呀？小奴名叫白漂亮，上个月刚满16。哦，哎呀，28青春好年华呀！正合我的口味。你这色欲缠身的丑陋模样，不就是六望中的色尘？这趟我真是来对了。啊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啊，兰溪镇鼎鼎大名的周善人。听闻您呢，经常接济穷人家的孩子，把他们的女儿强行纳为姬妾，关在这府里，享受荣华富贵。在我看来，您根本不像个恶霸，反倒像一个大好人呢。好，说得好。哎呀，这个姑娘十分有趣啊，说的我这浑身上下，我这舒坦。既然知道我是谁，恐怕知道我要干什么啊！好好的从了我，听话啊！你知道，不听话的话，我有很多种办法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是吧？大善人，刚刚您笑的时候，我看到您后槽牙有条蛀虫。姐姐们快跑吧，老爷生病了，让我好好的治一治他。哇，妖气这么重，我还以为是何方神圣，原来是一只癞蛤蟆。就您这副尊容，不好好在水里待着，非跑出来祸害漂亮姑娘，臭不要脸！你是捉妖师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你才捉妖师呢，你全家都是捉妖师。我是你姑奶奶，刚才赏你的是狐族特制的显影丸，这你都不知道，你有没有点当妖的常识啊？竟敢戏弄我，你死定了！妖力这么长，原来是只陈年老蛤蟆。你既然是妖，为什么没有妖气？我厉害呗。你也挺厉害的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这凡人我已经吃腻了，吃点妖元换换口味。这可是你自己找上门的。蛤蟆大哥，是小的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没有想到您的修为这么高，真是威震一方的大妖啊！我刚才一时糊涂，冒犯了您。这样吧，我愿意献出我的妖元给您，我心甘情愿。那就用行动证明。大哥，您别客气。好，
那咱们就击掌为盟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蛤蟆哥，这不合适，哎，这真不合适，这真不合适。哎呦！于墨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你给我来信说你要日行一善，这就是你要行的善。哎呀，你是什么东西，坏我的好事儿？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竟然这么跟我们山主大人说话，信不信我们山主大人把你烤成蛤蟆干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要烧他？嗨，咱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我看到你一根头发丝，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切！哎，于墨，这个蛤蟆作恶多端，猥琐至极，快灭了他！到底有完没完？我倒要看看你俩几斤几两！哦，臭蛤蟆癞蛤蟆，还想占我便宜啊！呸！恭喜山主大人又为凡间除掉了一个恶妖，解救方圆几百里的美人于水火当中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你好像一回来就不高兴。你那脸本来就长，拉着个脸更长了。你不是说了吗？你看头发丝都能想到我要说什么。莫非还在介意我独闯蛤蟆窝的事儿？你说说你，连一个肥蛤蟆精你都治不了，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呀？那这么说，你是想逃跑？不是啊，那要不然你就是不想服侍我？没有。那我明白了，你嫌自己命太长了。我当时完全是事急从权嘛，而且我知道你就在附近，什么恶妖不是你三拳两脚就能打败的呀？我就狗仗人势，不对，狐假虎威了一下。那如果我不去呢？你还真做他的小妾啊？我怎么可能啊？我怎么就没见过你跟我用这么媚虎的招？天地良心，连亲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我怎么会看上那丑八怪啊？而且我知道你肯定会来救我的嘛，我当时只是想了一种办法拖延时间。办法有很多种，没有必要非用那种嘛。我自然是想到什么就用什么了，虽然美人计老土了一些，但是很适合我嘛，而且百试百灵喽。别跟我提美人计。哎呀，怎么还生气了？这鱼今天到底抽什么风呢？于墨好歹是我的衣食父母，他要是生气了，我也没好果子吃。希望这个白鱼膏可以让他消气吧。给我拿来！我这钱是留给孙子买米的，我求求你们行行好。为什么坏？拿来吧你！走开！松开！有手有脚在这欺负老人家，爹娘没教你们吗？也罢，我求求今日便让我教教你们。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老吾老，幼吾幼。妖气消失了，难道被别人抢先了？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性相远。白漂亮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千里扶摇阵。哎呦！二位大哥，这是我刚刚捡的银子，是你们丢的吗？
哎，是我们的，是我们，扔过来吧。我刚才崴了脚，不方便过去。你看，要不然你们过来取啊。此阵虽然凶险，但遇凡人就会自动收阵。这是哪路大神啊？有这么狠的阵法收我？还是这么爱耍小聪明。这位大姐，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子从这里跑过？你才大姐，不过这声音好像在哪儿听过。没瞧见，没瞧见。麻烦你一下，这个糕点怎么卖？5文钱一块，5文钱。哎。小伙子，我收钱，不收葫芦。收你啊，白漂亮。果然是你！你这小人，竟然用定身符来羞辱我！这个糕点呢，味道确实不错。不过呢，我还真有点饿了，还想再陪你玩一会儿呢，但时间不允许了。我已经打扮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认出我的？走犯行商呢，一双眼，识尽天下，最是精明不过。而你呢，连头都不敢抬，这戏如何做得真呢？你扮成一个妇人，但你的发色却漆黑莹润，你这双手也不像是劳作过的，太假了。竟然毁再生的太美，那我就当你在夸我喽。这最重要的是，在花影山林中啊，你骗过我一次，就不可能再有下一次了。唐天师，您看，您对我有成见吗？我方才明明是在行侠仗义，真的。我从那个地痞流氓的手中把那个老奶奶解救出来了，我做好事也要被抓吗？再说了，你说这3界4海当中，我们2个能遇到2次，那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你说对不对？非常对，说的没错。哎，不过呢，就是猫捉耗子的缘分。死捉妖师！就凭你这点本事，你最好不要白费力气。对，我是没本事，你要打就打，要杀就杀，你把我关在这儿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你们捉妖师就这么点本事吗？讲不讲道理啊？道理是和人讲的。别把我关在里面啊！不是你这人真是的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错了，唐天师，我不过就是一朵可爱的小莲花，无辜又无害的。您说您拿这个法器对付我多浪费啊！我还占地儿，万一您以后遇到恶妖的话，您都没地儿收它了，对吧？方便，我方便得很。等我把你炼成丹药之后，其他的妖自然能住进来了。你放心，我很有经验的，会让你死得很安详。